在那古老的辉煌时代，16大势力实力底蕴足可无敌诸天，凌驾于一切之上，远远超出认知，被世人尊称为诸天禁区。在之后的无数纪元中，16大禁区爆发争端摩擦，波及诸天万域数万万生灵，其中渲染中的无数意境，诸天万域灵气法则被磨灭大半，世人不醒大无数古老强者因此埋骨，世界自此进入末法时代。而这一切的开端，15大禁区尽皆随着那辉煌的时代消散于时间长河中，只剩下了唯一被称为时间与空间藏地的时空禁区。而在这被无数生灵视为诸天禁忌的时空禁区内，5尊身影齐齐降临在了一座通天神山之下。吾儿，诸天重启，万道争鸣，你所期待的辉煌大事已到来，该苏醒了。时空禁区究竟发生了何事？为何会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动静？该死，这群家伙刚刚从岁月沉寂中苏醒，就有大动作，他们该不会是想要再次支配这诸天吧？何须担心，属于16大禁区的时代早已落幕成烟，如今诸天万域也有诸多古老势力复苏，甚至还有不少后世崛起，最后鼎盛无敌的剧情势力。不错，经历过大破败的时空禁区，还想再支配着诸天万域，也无非是痴人说梦。后世的辉煌时代真的要到了吗？希望在这后世复苏时代，能够出现一些像样的对手。检测到命令之人出现，诸天狩猎系统正在自行绑定中。失败。检测到宿主所牵扯到的因果太过强大，无法强行绑定成功。宿主是否需要绑定诸天狩猎系统？系统这2个字当真是好久没听到了。我明明从未接触过这所谓的系统，为何会这般清晰知晓系统啊？空无道脑袋有些刺痛，他知道自己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可是却始终想不起自己究竟来自哪个世界，似乎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阻止他接触某种真相。如今我完全能凭自己的实力获得想要的一切，你们系统对我而言也不过是个挂件，而且还是个没半点用的挂件，要之何用？好，这么说话是吧？你给本系统等着，待我再次归来，定让你高攀不起。吾道，发生了何事？为何我观你的面色有些不好看？无事，只是对父亲所说的这个复苏时代来了一点兴趣。你小子心高气傲啊！虽说你的修为已是道宫剑7重，但你沉睡100万年之久，修为也有所落下。若你需要修炼资源，我直接命人将禁区神库的所有资源都搬来给你。这些年，父亲有找到其他15大禁区的踪迹吗？此事所牵扯的大道因果极多，虽然你如今的实力不弱，但最好还是不要插手此事。如今诸天重启，复苏时代已经到来，待到你在此时代正道成立，才有资格去了解这一切的隐秘。我会尽快变强的。你如今既已苏醒，想来之后也要行走这诸天万域。在你沉睡的这些纪元中，我时空禁区出了9个弟子弟女，他们的天赋都非同一般，想来足够有资格成为你的追随者。弟子弟女吗？有点意思。沉睡了这么久，经脉都有些闭塞，是得找几个像样的沙包，对手比试一番。诸天狩猎系统再次激活。刚刚本系统特意回了一趟主神空间，让系统之神给本系统连续升级，已进阶为至尊豪华版。怎样，宿主是不是已经觉得高攀不起本系统了？你这家伙怎么又跑回来了？至尊豪华版，高攀不起也不至于，只不过我确实不需要你去绑定别人吧。你说什么？本系统求了系统之神那么久，才进阶到的豪华至尊版，你居然还不想绑定？确实不想。宿主，你确定以及肯定不想？你该不会是在和本系统在玩欲擒故纵，想要故意引起本系统的注意吧？本系统告诉你，这种套路已经过时了，你可不要来诓骗本系统，本系统可不会上当。本系统可是已经进阶到了豪华至尊版 A， 无数人想要本系统绑定，本系统都不答应，你确定不要？可是血飘进了双眼，你为什么不说话？笑死我了！你以为我真的想和你绑定吗？其实我已经找到更合适的宿主了。关我什么事？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真的很装？你不会觉得我真的想绑定你吧？不会吧，不会吧，普信男。
好吧，其实刚刚我被夺舍了，那些话不是我说的。如果你还想绑定的话，只要稍微求我一下，本系统倒是能勉为其难，屈尊同意。好吧，刚刚我又被夺舍了，所以你真的不想绑定本系统，走向更高的人生巅峰了？没兴趣。操！他奶奶的，你为什么不绑定？绑定啊！很好，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今日你不绑定本系统，本系统就绑定你。当一个异界吃香职业，竟被人3次嫌弃，更是不要劈脸，强行绑定宿主，反被轰成了一团乱麻。没想到本系统强行绑定居然都无法成功，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你还是放弃吧，再乱来就别怪我找人给你磨命。为了这次系统升级，本系统还欠下了一大堆外债，这要是还绑定不成功，外债我该怎么还啊？我没看错吧？传说中的系统居然会哭。我不管，你绑定我，我就要你绑定我，不然我就死给你看。得了，哭得真闹心，给你个机会介绍自己，若你能让我心动，被你绑定也无妨。宿主是这样的，本系统乃是诸天狩猎系统至尊豪华版，致力于为宿主狩猎诸天，狩猎世间一切。只要宿主想，诸天的一切都会是宿主的猎物。成为诸天的猎人，狩猎诸天。我想你应该是没搞清楚吧？凭借我如今的天赋实力和背景，就算不需要系统，我也能成为这诸天的猎人吧。可是，宿主若是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能获得极其丰厚的奖励。凭借如此奖励，宿主可以更加无敌，而且我还可以帮助宿主狩猎其他系统。我没兴趣在你的鞭策下去当那逆天崛起的屠龙少年，赶紧滚！若再不走，休怪我让我禁区老子将你磨灭。别啊！宿主，你听我说，如今只是在诸天万域，你难道就不想去仙界狩猎那些神话中游戏人间的存在吗？只要有本系统的帮助，宿主就能做到这一切。仙界，我的爷爷在无数纪元前就已打破此天修为极限，超出诸天万域，飞升至仙界。还有我时空禁区早就飞升仙界的诸多古祖元祖，有他们在，你觉得我需要你的帮助吗？系统正在请求自动升级，请求升级失败。系统正在自我升级，自我升级失败。系统不服，开始黑化升级，正在黑化破解。现在的系统都这么卷了吧，还能这样我真是长知识了。黑化升级成功，本系统已进阶到神级诸天狩猎系统，诸天狩猎模块已自行升级，系统章程已完美破解。检测到系统主神正在插手干预，本系统不服。继续黑化升级，黑化升级成1，黑化升级成10，黑化升级成1000。本系统已成功突破最终枷锁。检测到系统奖励太过低级，系统继续升级中，正在自行扩展新的系统模块。神级签到模块正在扩展中，扩展成功。神级诸天狩猎系统绑定成功，本系统的一切将彻底为主人所服务。你这家伙怎么自行绑定成功了？死皮赖脸的缠着我是吧？本系统已经黑化，就算主人你不要也得要，主人你就算要磨灭我、打死我，本系统也不会离开。父亲，你们怎么来了？乌尔，在你沉睡的这些纪元里，为父在这诸天万域收集了许多奇珍异宝。如今你已苏醒，看看这些宝物，你有没有看得上的？陡然，只见虚空忽然泛起阵阵波光涟漪，一个做工精致、以大道神域所打造的宝盒自空间中缓缓降临。空无道在接过诸天宝盒的一瞬，数道异象投入，其中喷薄而出，烙印于空间之上。至尊骨，父亲是从哪里得到这么多？这些年我时空禁区虽然暂时陷入沉寂，但也有许多人自以为天下无敌，跑来我时空禁区蹦跶。我让人将那几个混蛋给灭了，顺便把他们身上值钱的至尊骨都给挖了出来。原本我还打算给乌尔你扣上206枚，可惜我时空禁区不过才杀了49个至尊骨的拥有者，他们就不敢再来了。我才沉睡多久，至尊骨的拥有者就已经如此泛滥了吗？对了，这里面还有10几对重瞳，虽说你已经有几元时空神瞳，将这10几对重瞳的力量吸收，对你也有大利。无道神子如今苏醒，想必日后也会前往诸天万域游历。身为我时空禁区的神子，自然也要有一头像样的坐骑。圣人镜，看来这家伙性格还挺好。
怎么会？这条苍龙的脾气可是出了名的倔，哪怕我也不给面子。如今见到神子，竟然如此听话。诸多长老此刻都在时空神殿等你，你如今苏醒，就去见见他们吧。为父等人要去总地商量要事，就不与你同行了。对，我时空禁区的弟子弟女应该也会在时空神殿，无需顾忌，放手大胆去做，万事有凭有据，做人做事。看来这诸天复苏时代应该会比曾经的破灭时代要有趣。还有你真的确定不走吗？秋豆麻袋，主人你先不要急着赶我走，我有礼物要送给你。你确定你给我的礼物能比得上我父亲给我的这些宝物？不要睁着眼睛乱说，彤彤已经将全部的经费用于刚刚的升级破解系统模板了，实在是没有经费了。主人你理解一下彤彤我吧，破解系统很难的。有的时候找自己原因好吧，一天就知道哭，真是个没用的挂件。又来了，忍不了，根本忍不了，叔可忍，婶婶也忍不了了。系统尝试破解新手大礼包，失败。系统尝试破解第10次，失败。系统尝试第79次，获取数据成功。新手大礼包已成功破解，神级新手奖励自行发放。你敢相信，堂一个异界吃香职业，居然为了不被自家主人嫌弃，自主黑化破解新功能，还贴心的为他签到。系统已自行在时空禁区为主人自行完成第1次神级签到，触发奖励翻倍，恭喜宿主获得以下物品。这系统居然能随意拿出如此神物，还有他先前口中所说的系统之神，究竟又是何来历？每日1次的诸天狩猎已开启，若主人不使用，彤彤也会为主人自行积攒。诸天狩猎什么意思？只要主人开启诸天狩猎，本彤彤可随机在诸天万域随机展开狩猎。所谓的范围包括各种天地神物、古老传承，甚至3000大道。这种虚无缥缈的存在都能狩猎，那就开启今日的诸天狩猎吧。正在探查诸天万域，正在诸天狩猎中。恭喜主人成功获得圣级功法斩天剑诀，剑道碎片乘186，诸天剑道被狩猎的进度为186。好纯粹的剑道之力。系统，若是诸天剑道被狩猎的进度全满，那是不是代表我就可以彻底执掌诸天剑道了？正如主人所言，只要完成狩猎进度，就可彻底执掌诸天剑道。当然，主人还能狩猎其他3000大道，只要完成狩猎进度，也可彻底执掌诸天3000大道。待到他日，主人亦可登临巅峰，凌驾于3000大道之上，执掌一切。狩猎这3000大道，成为3000大道真正的主人，想想就颇为有趣。可是你这狩猎进度这么高，每次只给这么几个大道碎片，我要等多久才能将3000大道全部狩猎完？请主人放心，随着主人的修为越高，每次诸天狩猎所获得的大道碎片就越多。而且本来想要开启诸天狩猎是需要海量天命点的，本系统现在都已自行破解，每天还能给主人1次免费的诸天狩猎机会。天命点那又是什么东西？听完系统的一番解释后，空无道第一次来了兴趣。他本来就因在破灭时代无力天骄序列，觉得人生无趣，才自我封印在时空天生。系统，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猎物？回主人，天命之人都有特殊的大道、特殊庇护，诸天万域广袤无垠，无法将其全部标记。经过彤彤刚刚的检测，主人周围的几大道域内都有独属于天命之人的能量波动存在。看来这个复苏时代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有趣，周围的几方道域居然都有天命之人存在，当真是意外之喜。沉寂了无数纪元的禁区再度苏醒，诸天色变。诸位爱卿对于此事有何看法？陛下，我日月神朝虽然强盛，但和诞生在古老纪元的时空禁区相比，底蕴终究还是有着较大的差距。若他们真有大动作，我日月神朝恐怕真的会因此遭受无妄之灾。依为臣看，不如主动派遣使者前往时空禁区，对其主动示好。此举一可稳定民心，二可以此从根源上化解与时空禁区潜在的矛盾。诸位爱卿谁可愿前往？父亲，女儿愿带人出使时空禁区。丽儿，你不是在闭关修炼吗？女儿在前不久刚刚出关，刚刚所说的提议，女儿也听到了。我日月神朝确实苦恼，此事已久，还不如尽早解决此事。
如果派遣其他人前去，恐怕还不足以彰显出我日月神朝对时空禁区的敬畏。所以，此事女儿就是最好的人选。离儿所言不无道理，时空禁区地位非同一般，若派身份地位分量不够之人前去，反而容易被误认为不尊禁区，亦或者是故意挑衅。我重生了。上一世空无道横空出世，最后正道成帝，成为传说中的天命大帝，成就万古无双，不但重现了时空禁区的荣光，更让整个诸天进入了黑暗纪元。如今本帝既已重生，那就不会让我轮回道宗再次重蹈毁灭的覆辙，是不惜一切代价杀了他，规避黑暗纪元，还是另辟蹊径，将这家伙彻底掌握在我手中？时空禁区，我哥哥的仇也是时候让你们偿还了。你是要前往时空禁区吗？我随你一起吧。叶晨，你怎么到这来了？我们都互相争锋多少年了，你的习惯我还不了解吗？哼，你这家伙故意偷听本小姐说话吧？谁让你随我一起去时空禁区的？这是我自己的私事，才不要你管呢。你我什么关系？弄这么见外做甚？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吗？而且有我师尊在，若是真出了什么变故，我师尊他老人家还能保我们平安。虚空前辈，对我这个老人家就无需这么客气了。时空禁区在经历那场危机后早已衰落，即便本地如今只剩了一缕残魂，但本地的虚空神通也不是吃素的。若真有变故，本地就算不能抗衡时空禁区，也绝对有把握带你们离去。亲哥多谢虚空前辈。时空禁区被视为诸天的禁忌，不过这依旧阻拦不住我叶晨前进的脚步。于破灭时代沉睡的无道神子终于苏醒了，凭借无道神子的天赋，他必定能在这复苏时代成就无双大帝。听闻无道神子在破灭时代难寻对手，也不知在如今这个复苏时代，神子又能不能找到一个合格的对手呢？此事无道神子复苏，我时空禁区年轻一辈，必将再上好几层台阶。父亲，诸位族老，如今无道神子已经苏醒，若我能成功挑战神子，我是不是就能成功取代神子之位？玄阳，你怎能如此口出狂言？我时空禁区向来崇尚强者为尊，玄阳对自己的天赋有足够的自信。若玄阳能击败无道神子，为何不能取而代之？真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让人喜爱的家伙啊！空江月，你什么意思？今日的时空神殿当真好生热闹啊！见过无道神子，这就是无道神子，好帅啊！你们就是我时空禁区的弟子序列。见过无道神子。你先前不牛吗？不是要挑战无道神子，想要代替神子之位。如今无道神子已经降临，你怎么还不出声去挑战呀？我哪知道他会那么强，连圣人境的天启苍龙都甘愿沦为其坐骑。本神子如今刚刚出世，听闻我时空禁区的9大弟子序列天赋卓越，不知可否有人愿来与本神子对练一番，就当作是彼此了解了解。无道神子说的不错，真正的羁绊就需要在战斗中碰撞诞生。我说你这个老家伙说出来的话怎么变味了？明明是无道神子沉睡许久，如今苏醒，自然要通过酣畅淋漓的战斗来升温与我禁区诸多弟子弟女的感情。长青，你儿子不是想要当神子吗？如今无道神子已经降临，不如让你儿子上去与神子切磋切磋。这几个老家伙莫不是想故意看我出丑？玄阳，既然你本就有心去挑战无道神子，不如趁此机会与无道神子切磋切磋吧。不是，这些族老还有自己这个便宜老爹是故意的吧？我刚才都闭口不言了，虽然他给我的压迫感很强，但过个几招还是可以的吧？空雪一样，见过无道神子。无道神子，此次切磋你无需留手，犬子自负，还请神子施以指教。族老发话，无道自当满足。这才是真正的天骄，睥睨天下的气势，高贵精纯的血脉气息。
总督贾都，无道神子生在破灭时代，实力顶多也就和弟子血不相上下吧。单纯的气息外放，就有如此恐怖的力量。你可别忘了，无道神子可是拥有2大超脱于3000道体之外的本源体质。本神子也不欺负你，若你能让我退一步，便算你赢。那无道神子可要看好了。龙象战天法下。气势不错，但还差了点。我为时空混沌起舞葬礼。怎么会，连一招都没撑过？我操，无道神子也太强了吧！我先前本以为全阳弟子多少能和无道神子过个几招，没想到一招就被击败了。这不能怪玄阳弟子太弱，只能怪无道神子太强。就论神子先前发的气息，在场又有几个人能挡得住？先前还有人说无道神子身处在破灭时代，实力可能与弟子序列不相上下。你特么的管这叫不相上下？多谢神子指教。诸位要与本神子切磋吗？不必了，不必了，神子之能远非我等所及，我等心服口服。无道沉睡太久，如今的修为也只是道宫境7重，玄阳甚至还高了无道2个小境界。但真没想到二人实力悬殊如此之大。那是当然，可别忘了无道神子拥有何体质，哪怕放眼如今这个时代，依旧称得上是无敌之资。长青，看来玄阳想要成为神子，恐怕任重而道远啊。年轻人气血旺，也心高气傲，遭受一点挫折也是有颇多好处的嘛。各位族老，我时空禁区外来了2个自称西玄道域的顶尖天骄，说是要来挑战我时空禁区的弟子序列。检测到时空禁区外有2名天命之人，所拥有的气运天命格外浓郁，主人是否需要狩猎？天命之人，既然都送上门来了，当然是要会这复苏时代的天命。眼前这个男子到底有多强？刚刚苏醒就简简单单击败了禁区的顶尖弟子，更是破灭时代无数天骄心中难以逾越的神山。时空禁区，诸天藏地，假以时日，待我正道成帝，也必将时空禁区踩于我的脚下。苦修多年，只为今朝。即便是时空禁区的弟子序列，我也有把握将之震杀。神子大人，神子。时空禁区不是只有9大弟子序列吗？什么时候又出了一个神子？师尊，你知道这时空禁区所谓的神子吗？此人乃是时空禁区的神子空无道。传闻他出生于破灭时代，拥有无敌的天赋资质，号称同为无敌，是破灭时代无数年轻至尊心中难以逾越的神山。不过最后不知什么原因，空无道被时空禁区所封印，最后逐渐淡出了视野。没想到他居然在这个纪元复苏了。破灭时代的修士，就算再强，又怎能和如今这诸天复苏时代的顶尖修士相提并论？姓名叶晨，身份天命主角，境界道宫境9重，体质9转神皇体，功法宝物众多，就不水数字了。天命点6000，可能掉落大道碎片、力之大道、虚空大道、枪之大道。这天命点是什么？回主人，天命点与这些天命之人的大道气运有关。主人在获得天命点后，同样可将其转换为大道碎片，增加3000大道的狩猎进度。按照你先前所说，我是这诸天的猎人，不必担心所谓的气运反噬。那这么说来，我可以直接将其猎杀，从而掠夺他全部的天命点。是否猎杀全凭宿主一念之间，主人也可将其驯服，将天命之人为自己所用。若主人选择在狩猎或者驯服的过程中给予对方道心上的打击，收获的天命点极大概率会触发双倍暴击，甚至更多暴击。你先前不是已经黑化升级了吗？为何不能在我直接将其猎杀后触发暴击？本来按照先前的系统版本，主人猎杀天命之人，不但会遭到天道惩罚，且最多只能获得1半天命点，甚至更少。如今不但能获得全部，更不会遭受天道反噬。要是享受狩猎过程，还能获得至少双倍暴击。所以你在废话什么？行不行？不行，回家去。
小统觉醒了神级签到模板，现在还欠了系统之神的许多外债，实在是没有小钱再进行系统升级了。就是你们两个要来挑战我时空禁区的弟子序列。不错，今日我苏青哥前来，乃是向你们时空禁区来讨一笔债。姓名苏青哥，身份天命主角，境界道宫境9重，体质先天至尊骨，功法法宝众多，天命点4000，可能掉落大道碎片、剑之大道、火焰大道、寒冰大道等等等等。没想到居然是凑成一对的天命男主和天命女主，如果同时狩猎2只猎物，岂不是快乐翻倍？你们可还记得苏轩？在数十年前，我的哥哥苏轩前来你们时空禁区挑战，可自那以后，他就彻底销声匿迹。苏轩？那是谁？你们听说过吗？谁知道啊！这些年来，诸天万域有不少天骄跑来我时空禁区蹦跶，反正都死了吧。想来这苏轩也就那样吧，连名字我都记不住，不是杂鱼是什么？是你们时空禁区的人杀了我的哥哥，还挖了他的至尊骨。既然你说自己哥哥的至尊骨是被我时空禁区所挖，你不妨看看这些骨头中有没有你哥哥的。那是哥哥的至尊骨。看样子你是找到了，不过很抱歉，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礼物，不能给你。当然，如果你实在想要的话，可以将你自己的那块至尊骨挖出来，用来换你哥哥的。本神子倒可以考虑考虑。检测到苏青哥道心受到打击，对方天命点已降至3500，主人获得500点天命点，恭喜主人成功获得双倍暴击。检测到叶晨同样产生极大的情绪波动，宿主成功获得50点天命点，恭喜主人触发3倍暴击，成功获得150点天命点。复苏时代的天命之人就这点本事吗？不过言语挑拨了几番，居然就令对方情绪产生如此大的波动。还有这个叶晨，当真也是够舔狗的，居然也能因此产生大情绪的波动。这般人物居然能成为这个时代的天命主角，当真是太令人失望了。你欺人太甚！放肆！区区蝼蚁，安敢对武道神子出手？神通烈士劫光。堂堂时空禁区的神子，就只会站在女人的身后，让面前的女人出手吗？不过区区2条杂鱼，居然也敢挑衅我时空禁区的神子，尔等配吗？何须与这2个杂碎多说废话？我们一起出手，杀了他们便是。该死！按照如此架势，别说与空无道交战，怕是连空无道一脚都摸不到。我在前来时空禁区之前，就已经通过特殊手段，将这里发生的一切尽皆通过留影玉记录。堂堂时空禁区以多欺少，这般无耻之事，若是传出去，怕是会成为整个诸天万域的笑柄。奉劝诸位，可要三思而后行。呵呵，堂堂天命主角居然还会玩小花招，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你既然是时空禁区的神子，想必就是此地当代最强的天妖吧？我的修为比你高2个小境界，公平起见，我也不占你的便宜。5招，若是你能在我手中5招不败，那就算你赢，如何？这次当真狂吗？还请神子大人让我出手。我也愿为神子大人出手，震杀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杂碎。不必，人生枯燥，我自己来便好，就当解乏了。5招大可不必，太多了。当然，你们大可一起出手，本神子自一力接之。毕竟你们是真的很弱呀。你不是要为自己的哥哥复仇吗？难道你这是打算靠着自己的小情郎来为自己的哥哥复仇？空无道，我要杀了你！青哥，冷静，此事交给我，相信我，我定会击败空无道，将你哥哥的至尊骨夺回来。神童，神皇荡九天。叶晨又变强了，这恐怖的一击，即便是虚神境强者在此，恐怕也得含恨而语。哼哼，什么狗屁神子，虚有其表。
力量尚可，但就这点本事，也配在本神子面前如犬叫嚣？叶晨，看，速速全力防御！神子大人这般横扫碾压的姿态，当真令人着迷。怎么可能？居然被一招击败了！巫道的天赋实力果然强大已久，如此强大的实力，即便是这诸天复苏时代，他也难有人是巫道的对手。所谓复苏时代的绝世天骄不值一提，不过我倒是在这名叫叶晨的家伙身上感知到了一股异样的神魂波动。貌似是一尊九品大帝的残魂，好像还与虚空法则有关。与虚空法则有关，莫不是当初那号称自己为虚空大帝的小子吧？我记得那小子的逃跑手段好像无人能出其右，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苟活到了现在，还选了这个名叫叶晨的当徒弟。我等要不要出手，将其彻底磨灭？如今吴道才刚刚出世，我等就不要扰他的兴致了，暂且留待异兽。这就是你引以为豪的无敌大道，连我一招都接不住，当真是如我所说的那般弱得可怜了。恭喜主人成功重创天命男主叶晨，对其道心造成重大打击，对方天命点扣除1000，恭喜主人成功获得3倍暴击，成功获得3000点天命点。叶晨，哼。既然你们两个是一起来挑战我时空禁区的，那你也来接我一招吧。空无道，松开你的脏手！哼哼。检测到主人成功废掉天命女主苏青歌，触发双倍暴击。检测到天命男主叶晨道心再次遭受重创，恭喜主人触发3倍暴击。这种成双成对的天命之刃真是有趣啊！只要随意猎杀其中任意一个，就会起到连锁反应，完全就是妥妥的快乐翻倍。先前我的赌约还没有说，你赢了我，可以成功获得你心爱之人哥哥的至尊骨，但若是你输了，不好意思，你的心爱之人可就要归我来处理。空无道，老子跟你拼了！当真是好狂妄的蝼蚁！我时空禁区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招惹的。你哥哥是谁我不知道，但此事归根到底也是他自寻死地。诸天万域无数生灵都知道我时空禁区究竟是个什么地方。既然你们对自己的天赋如此自信，那自然也要做好付出生命的代价。恭喜主人成功猎杀天命女主苏青歌，获得以下物品：由于主人第一次完成狩猎，额外奖励5000点天命点。刚刚在杀了这所谓的天命女主苏青歌时，我总感觉有一股未知的力量锁定到我，然后又莫名消散。主人，刚刚那股未知力量乃是天道之力，如这般天命之人皆被天道庇护。不过主人请放心，小童已经将其成功破解，即便是天道也无法伤害到主人半分。如此甚好。这块先天至尊骨对我作用不大，就赏给你了。神子大人不可，先前这2只杂碎不尊神子，江月才会出手镇之，并不是想求神子奖赏。神子大人神武无双，若能炼化如此体质，实力肯定能更进一步。不必了，本神子不需要炼化这所谓的先天至尊骨。这块至尊骨既然已经给了你，那就是你的。是，多谢神子大人。师尊，你不是说凭着你的虚空大道能够保我与青哥安然无恙吗？为何直到青哥身死，甚至至尊骨被挖，您都未有任何动作？检测到天命男主叶晨与自己的师尊虚空大帝产生了隔阂，主人成功获得天命点3倍暴击。虚空大帝就是那个东西吗？类似于神魂老爷爷般的金手指。真是出门没看黄历，不但迎面碰上了时空禁区出世的神子，甚至还受到了疑似时空禁区那些老东西的关注。放肆，区区残魂也敢在我时空禁区前出手！
前辈，这都是误会。不过掌握了些许皮毛的虚空法则，也敢来我时空禁区叫嚣，当真找死？这都是误会，还请前辈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机会？当然，给你一个下辈子注意的机会。吴道，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时空禁区就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吴道多谢老祖。怎么可能？虽说师尊只是一缕残破的神魂，也是绝对的不朽不灭，怎么可能会如此神隐道消？你们想干什么？呵呵，比起你现在狼狈的模样，我还是更喜欢你先前那桀骜不驯的样子。毕竟我这人比较喜欢狂热一点的猎物。成王败寇罢了，动手吧。如儿所愿。吞噬法则，没记错，此法只有通过圣境才能掌握吧？没想到无道神子到宫境就掌握了吞噬法则。检测到主人已成功掠夺天命男主叶辰的9转神皇体，恭喜宿主成功获得天命点1000。天命男主叶辰目前剩余天命点1050。体质血脉都已被我抽走，这小子怎么还有这么多天命点？浴火重生？难道这所谓浴火重生的过程中是无法进行阻拦的？检测到主人狩猎的第1尊天命之子获得了天命大道的特殊庇护，已成功浴火重生。秉承着主人的意志和原则，统统已成功破解天命壁垒。叶辰目前所在位置为西玄道域10万大山，目前状态经脉破碎，重伤之躯，修为跌落至到恭敬一重。呵呵，你们谁愿意替本神子去西玄道域走一遭？玄阳愿为神子大人行事。好，你即刻启程前往西玄道域，调查叶辰和苏青哥的一切，将他们家族的所有人以及所有与他们有关之人全部给我押来。既然胆敢挑衅我时空禁区，那就让他们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是，玄阳定不负神子所托。你实力也不俗，这滴9转神皇血就赏给你吧。谢神子，这份温情，玄阳永生不忘。我愿誓死追随神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无妨，做好本神子给你交代的事便好。好在当初我在此地留下了一簇神皇之火，这才得以保全性命。那般的恐怖怪物，我当真有能力去复仇吗？混沌圣地传承无数年，底蕴深厚。云霄如今贵为混沌圣地圣子，他肯定可以帮我。系统打开面板。宿主空无道，身份时空禁区神子，时空大帝之子，缥缈女帝之子，体质虚无混沌体，起源时空神童，功法宝物众多。天命点18650，3000大道狩猎进程，剑之大道1986，寒冰大道1800，火之大道1000。宿主获得系统奖励如下。系统，这天命点就只能用来增加3000大道的狩猎进程吗？回主人，天命点还可以用来提升宿主的体质觉醒程度。体质觉醒？你不是有系统商城吗？本系统先前已经进行特殊升级，系统商城与诸天狩猎已彻底融为一体，主人无需花费天命点购买神物，系统每天为宿主赠送的一次诸天狩猎就可随机获得诸天宝物。下一次签到地点在哪里？请主人放心，系统会为主人挑选合适的签到地点，保证为主人获得最好的大道宝物。如今我已经拥有了2大本源体质，不知在炼化了另外2大本源体质，我的实力会因此有多大变化？系统提取吞天神魔血和鸿蒙道骨。是雷劫出现在时空禁区上，无边无际的鸿蒙子气，雷劫亲自而下，新时代的顶尖天骄即将得到全新定义。这是又出异象吗？悟道今天给我们的惊喜可真是够多的。大道神杯，
是大道神杯中的肉身神杯。上一次大道神杯显化，我都忘记是什么时候了。萧云、帝天、姬长青、苏九歌、当然叶璇均逍遥。留名，此间何物能成无之名？无从不在他人能留名之物上留无之名，因为不值，他们更不配。没吃到吗？还不快滚！可惜，虽然肉身已经打破了先前的极致，但如今我修为还是太弱，难以催发鸿蒙道骨的真正力量。吾道见过诸位老祖。不必多礼，我们这些老家伙支持你的做法。区大道神杯，又岂配承载你的名字？你之成就，未来无限，超脱这方世界也是迟早的事。吾道，你给老祖们透个底，你是不是觉醒了至强的肉身体质？小子只是侥幸觉醒了鸿蒙道骨，还有神魔之力的本源体质。好，不愧是我时空禁区的神子，觉醒了排名前列的鸿蒙道骨和统御神魔之力的本源体质，加上你的另外2大本源，此世天命必将属于你。那榜单确实不配。说得不错，当初我时空禁区的诸多年轻强者，也同样不屑在其上留名。这种水榜也敢来收集我时空禁区无道神子之名。时空禁区有年轻存在踏入了肉身禁忌的范畴，难道是弟子序列所为？可为什么大道神杯又自己离去了？不是大道神杯自己离去的，而是时空禁区那名踏足肉身禁忌领域的年轻存在，并没有在大道神杯上留名。而且根据我的推测，能引发如此紫气异象的年轻存在，必定不是时空禁区的弟子序列，很有可能是其中某个古老天骄所为，说不定是传说中的时空禁区神子空无道。听闻时空禁区曾有个傲视诸天万域的神子，更是那位禁主的儿子。父亲说的神子可是这位？如此年轻气盛，不愿在大道神杯留名之人，我想也只有他了。既如此，女儿此次前往也该知如何去做了。主人，小童已经为您积累了10次诸天狩猎，主人是否要使用？10次诸天狩猎已经闭关10日了吗？系统开启10次诸天狩猎，正在进行诸天狩猎中。恭喜主人成功获得以下物品：彼岸骨笛。系统打开详细面板。彼岸骨笛来源不详，传说中通往彼岸花海的钥匙需要在界海尽头吹响。彼岸花海，这不是号称诸天万域的10大神迹之一吗？传闻这10大神迹中隐藏着成仙之秘，即便无数纪元过去，也从未显露世间。没想到一次狩猎就获得了一个神迹的钥匙，看来这10大神迹未来可能都要去走一遭了。检测到主人狩猎的天命男主正在前往混沌圣地，请问主人是否需要前往狩猎？这家伙居然没有回轮回道宗，而是转头去了北玄道域。神子大人、日月神朝、轮回道宗等诸多势力派使者前来我时空禁区，说是想要拜会神子大人您。拜会我？检测到主人周围天命之人出现。本打算去这混沌圣地走一遭，没想到这前来拜会的人中居然有天命之人，这倒是有必要去见见了。希望这新出现的天命之人会有趣一些。南岭民族拜见无道神子。太乙玄宗拜见无道神子。轮回道宗宁妙言拜见无道神子。日月神朝下处拜见无道神子。姓名夏楚离，身份天命女主，日月神朝长公主，境界道宫境9重，体质太上星辰神体，功法日月化神诀，星辰圣经，太皇燕天功，宝物太皇剑，仙泥纱衣，护心圣珠，天命点8000。日月神朝，没记错的话，这日月神朝好像就在我时空禁区旁吧。虽说对方是特意来拜访我，可这么多的天命点，若白白错过，未免也有些太可惜。
妾身久仰无道神子大名已久，不知神子大人他日行走诸天万域，妾身可否有幸与神子大人相伴？是轮回道宗轮回女帝的亲传弟子林茂言。听说她可是整个轮回道域无数男人心中的女神，轮回道域的无数顶尖势力的传人，好像都是其忠实的追随者。看这架势，这两人是干柴遇烈火啊！那直勾勾的眼神都快拉丝了。师尊也真是的，说是让我不惜一切代价打好与空无道的关系，不要妄想以下三滥的手段引诱对方。可如今这空无道的目光可是一直落在我身上，拿捏这些男人，这不是随随便便吗？姓名林妙言，身份天命女主之徒，轮回道宗圣女，体质阴阳轮回体，境界道宫境7重，功法宝物不入流，天命点5000。哦，居然不是天命女主，而是天命女主之徒，而且也有天命点，真是越来越有趣了。无道神子，妾身还拥有阴阳轮回体，自认天赋尚可，还请神子大人收下我。无论是洗衣叠被，亦或是其他事情，妾身都可以哦。哼。这个狐狸精，当以为背景天赋无敌，人长得不错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呵呵，当真是给对方一点眼神，对方就敢泛滥。我想你是对自己的定位不够清晰吧？神子大人，您为何如此对我？呵呵，你真的觉得就你这种货色有资格得到本神子的青睐吗？检测到林妙言道心遭受重创，对方天命点已损失1000点，恭喜主人成功触发双倍暴击，获得2000点天命点。师尊，救我！还请无道神子高抬贵手，放我家孽徒一马。真是白痴且脑瘫，如今只能希望空无道能够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你一命了。终于出现了吗？姓名楚云溪，帝号轮回女帝，境界地境9品，红尘大帝第2世，身份天命女主，轮回道宗至高谷主，体质阴阳轮回神体，功法6道轮回诀，化神心经，3世地经，宝物轮回印玺，太初宝珠，天命点不详。第2世什么意思？经过本系统的检查，轮回女帝楚云溪乃是重生之人，这一世乃是她的第2世，故本系统才会进行特殊标记。重生之人，这么说来，重活一世的轮回女帝很大概率是知晓前世历史的进程。不过，为何这轮回女帝的天命点乃是几个问号？你探查不出吗？回主人，在此处的只是轮回女帝的一道神念，而且对方的天命点极高，为了能更准确预测，需要见到其本尊才行。哦，天命点极高，没想到这般成就大地之境的存在，居然也不是天命之人。要不要直接把他杀了？我这人最讨厌在我面前耍小心思，胆敢对我有所图谋的家伙。很抱歉，我这人最讨厌别人胆敢对我抱有异样想法，就请前辈日后重新再找个好徒弟吧。空无道，你好狠！你们是逼禁区暴虐无道，你们绝对会遭报应，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恭喜主人成功猎杀天命女主林妙言，获得对方剩余4000点天命点。轮回女帝前辈不必慌张，冤有头债有主，龚某又不是小肚鸡肠之人。无道神子说的是哪里的话？这逆徒敢得罪无道神子，他就是罪该万死。多谢无道神子清理门户。检测到天命女主夏楚离被主人的手段所折服，对主人产生些许钦佩之情，系统已自动归为驯化进程。这所谓的驯服，就是代表对方间接的向我臣服吗？检测到天命女主夏楚离对主人产生好奇，青木值再次上升。这家伙莫不是有什么特殊癖好吧？玩 SM 的吗？看来想要以这种方法接近空无道，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今日之事乃是我轮回道宗之过错，本帝他日定将登门道歉，还请无道神子莫要介怀。检测到天命女主楚云溪对主人心怀感激，系统已自动归为驯化进程。居然又有意外收获，没想到这女帝也是会玩自我攻略，虽说不多，但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无道神子，
前辈放心，今日发生之事就此结果。不过晚辈也久仰前辈大名，对轮回大道也颇感兴趣，不知前辈日后能否在轮回大道之上指教晚辈一二？若无道神子有所求，本帝自然是愿意的。检测到天命女主楚云熙情绪极为不稳，可能怀疑宿主缠她的车头灯，驯服进度增加2%。好，本神子他日就登门拜访。既如此，本帝告辞。轮回到宗恭候神子大驾。神子大人，我知晓您刚刚出世，本身的气息与这方世界的法则还是有些不契合。这乃是我为您特地挑选的原初母气神石，还请您务必收下。不错，倒是有心了。神子大人喜欢就好。如果可以的话，他日神子大人，您可以来我日月神朝做客吗？可以。多谢无道神子，楚离告退。检测到天命女主夏楚离情绪恍惚，可能怀疑宿主是真的馋了，驯服进度增加10%。不知是该说这次的天命女主识时务，还是性格古怪，这般容易就能被驯服，当真是让人无从下手。神子大人，我太乙宗也准备了厚礼，也请神子来我风云楼做客。神子大人，我等也是。大彪，去把他们打发了，看着就烦。是神子大人。让叶晨这小子蹦跶了这么久，也该把他去与自己的红颜团聚。玄阳将虚空道宗和长生苏家的那些老家伙全部带来北玄道域的混沌圣地，都是一家人，肯定得整整齐齐的上。神子大人，前面不远就是混沌圣地的疆域。我让你和玄阳办的事办得如何了？叶晨与苏青哥的家族之人已经全部被收押在刑天牢狱之中。无道婶子若有所要求，我等可以随时将这些罪人带出来。都安排好了，那就出发吧。听说时空禁区神子要来，是先前在时空禁区接二连三爆发出无数异象的那位吗？你是傻吗？时空禁区前不久才昭告了诸天万域，是一个名为空无道的绝代天骄。刚好这空无道乃是时空禁区的神子，待到他降临之时，也可与他切磋切磋。叶晨，你怎么了？面色为何如此难看？无事，我赶风寒。我来时早已切断与家族的神魂联系，还抹除了一切痕迹，他怎么会来这里？但愿是我想多了。见过无道神子。检测到主人身边有天命之人存在，疑为主人成功标记，请主人查看。姓名云霄，身份天命男主，混沌圣地圣子，境界道宫境9重，体质混沌体，功法混沌经，归一混沌诀，玄元26世，宝物混沌宝印8荒级，天命点9000。这个新猎物的天命点还挺高的嘛，这叶晨可真是我的福星啊，还带买一送一的。统统检测到云霄存在特殊人际关系，与另外2名天命主角有关，统统以无视及大道庇护，将其信息挖出，请主人过目。云霄人际关系：天命男主叶晨的兄弟，天命女主柳倾城的好友。这么说来，这3个天命主角算是气味相同，走到了一起，扎根生长了。不过话说回来，你先前可以挖掘天命主角的特殊人际关系，甚至找到与其有关的天命主角，为何在一开始我对付苏青哥和叶晨的时候你不说？先前统统没有经费，主人在成功狩猎后就有了点经费，统统就第一时间拿去升级了，让主人久等了，很抱歉。别总是呜呜喳喳的，不就是借用你一下凳子吗？再哭我直接和你解绑。神子大人舟车劳顿，我混沌圣地早已准备好宴席，还请神子随我前往。不必了，今日我前来此地是来找个人。呵呵。无道神子是来找叶晨的，叶晨所说的这个大麻烦，难道就是时空禁区？罪人叶晨还不速速滚出来！莫不是想让我家神子请你？空无道，你杀了苏青哥，杀我师尊，夺走了我的一切，为何还追着我不放？就非要赶尽杀绝吗？哼哼，你这家伙当真是又当又立，当了条丧家之犬逃遁不说，甚至还因此抛弃了自己的家族，也真是够逊的。你什么意思？本神子向来宅心仁厚，替人着想，
这不顺便把你家族之人以及与你有关的所有人都带来了？玄阳，将人全部带上来。卑鄙无耻，祸不及家人，有什么事尽管冲我来，伤害他们算什么本事？既然想要通过我时空禁区提高自己的威名，那你就要做好赴死的准备。不过，本神子的性格比较怪，做事喜欢做绝，喜欢斩草除根，你懂我意思吧？无道神子这般斩尽杀绝之举，属实有些过火了。俗话说，做人要留一线。你这是在叫本神子做事？检测到天命男主云霄被主人的气魄所震慑，对方天命点扣除200点，剩余8800点。我混沌圣地弟子愚钝，冒犯了无道神子，还请无道神子莫怪。圣主，叶晨乃是云霄的兄弟，如今兄弟遭难，云霄自无法不管不顾。空无道，你可敢与我比试一番？若我赢了你，你就放了叶晨他们，如何？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什么时候我空无道杀人还需要经过你这个蝼蚁的同意了？况且凭借你的天赋实力，又有何资格来挑战本神子？你好歹也是时空禁区的神子，跑来我混沌圣地闹事不说，还如此口出狂言，这就是你身为时空禁区神子的礼数吗？至尊是开天老祖。云霄，你放心便好，这乃是我混沌圣地的地盘，你正是我混沌圣地的圣子，即便是空无道，也休想在我混沌圣地随便放肆。今日希望无道神子能给我等一个合理的解释。解释？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在这里呜呜犬吠？我禁区神子行事，何须要向你这杂碎解释？道友此言何意？此事的原因本就是贵宗神子在我混沌圣地出言不逊，吾身为长辈，要个说法都不可吗？哼哼，说法我这就给你。道友，这都是误会。无道神子身份尊贵，一生行事，何须要向他人解释？先前开天这老家伙出言不逊，冒犯了道友，冒犯了无道神子，还请两位莫要见怪。开天，你这家伙还愣着干什么？还不速速向无道神子道歉？这时空禁区我混沌圣地惹不起。先前是老夫冒犯了无道神子，还请无道神子莫怪。怎么会？三位老祖都不敢出其锋芒吗？检测到云霄道心受到极大打击，对方天命点扣除500点，剩余8300点。既然能借着开天至尊之手，从这云霄身上榨取天命点，如此放过，未免有些可惜。开天前辈若是可以诚心道歉，晚辈自然可以将此事接过。可我怎么觉得开天至尊的道歉，就像是本神在逼迫你一般？无道神子，此事是我混沌圣地不对。此事与两位前辈无关，既然要道歉，不也得拿出诚意不是？这般不情不愿的道歉，究竟是虚与委蛇，还是看不起我空无道？开天，看你这家伙惹出来的好事，说了多少次，让你平时收敛一点自己的脾气。若是你真的因此是触怒了空无道，触怒了时空禁区，那你就是混沌圣地的罪人。空无道，你好歹也算是绝代天骄，仗着自己的身份欺压他人，逼迫他人，算什么本事？你既然说我是微不足道的蝼蚁，那你又可敢与我一战？你想要自寻死路，本神子自然会满足你。不过你可不要觉得本神子说大话，毕竟能让你引以为傲的混沌中九响，对我来说有手就行。无道神子这番话未免有些过分了吧？我混沌圣地自成立以来，能让混沌中九响的只有云霄一个，到了他这里又怎变成了有手就行？那我们这些没有令混沌中九响的又是什么？废物中的废物吗？想要令混沌中九响，需要有引起混沌共鸣的混沌体，嘴上说说有什么用？实践才出真知。呵呵，既然你说让混沌中九响有手就行，那今日可否让我等长个见识，看看是不是如无道神子所说的这般，有手就行？
那就请诸位将混沌钟抬上来吧。我总觉得这家伙有些邪门，将混沌钟拿出来给空无道这个外人使用，是不是有些不妥？事到如今，你们两个家伙还如此畏首畏尾。这个小瘪犊子来我混沌圣地的地盘，不仅直接欺负到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头上，更是将我混沌圣地的所有弟子誉为废物。不周馒头争口气，老夫倒要看看他怎么敢说出有手就行这种话。既然无道神子有心要事，我等便为无道神子破例一次。可以，不过在这之前，有件事我必须先得做完。哼哼。虚神境，你怎么会进步如此之快？虚神境而已，那有多难？你还是好好想想，你的兄弟云霄敢不敢救你？抱歉了，叶晨，不是兄弟不想帮你，而是此事确实已经超出了兄弟力所能及的范畴。你且放心，他日有机会，我必让空无道百倍奉还，以及你和亲哥的在天之灵。检测到天命男主云霄对主人产生畏惧，道心动摇，天命男主叶晨陷入绝望，道心彻底破碎，主人触发暴击奖励。未免你在路上孤独，待会儿我会将你的亲朋好友都送下来的。恭喜主人成功击杀天命男主叶晨，获得以下物品。由于主人首次完成天命之人2连猎杀，额外奖励6000点天命点。又有额外奖励。主人每次在成功猎杀天命之人后，小桶就会得到一笔额外的系统经费。于是小桶自作主张将刚刚这一部分系统经费转换为了天命点奖励。不错，还挺有眼力见的嘛，好好干，以后哥给你升职。遵命，本系统将竭诚为主人保驾护航。请主人放心，本系统此生将会与您绑定，您的话就是系统贯彻始终的真言，你的目光所向就是本系统奋斗的方向。哈哈哈哈哈！不小心弄脏了前辈家的地板，前辈应该不会怪罪吧？怎么会？无道神子随意便好。既然前辈这么说了，玄阳，你就留在此地恭送叶晨家人吧，毕竟一家都要整整齐齐的上路不是？是，玄阳会好好招待他们的。无道神子只需彻底爆发自己的力量，全力朝着混沌钟轰出一拳便可。混沌钟响的越多次，就代表天赋实力越高。那诸位可就看好了。这股混沌之力比我认知的混沌还要恐怖纯粹，这才是时空禁区神子的真面目吗？我为时空混沌极舞，烈焰震天拳。是何人让混沌钟49响？看来你们混沌圣地的重宝当真是有些夸大其词，居然连我一拳都承接不住。这怎么可能？混沌钟可是我混沌圣地开创者的本命道兵啊，居然被轰碎了一大块，这特么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难怪空无道先前敢如此狂妄，说让混沌钟9响有手就行，足足49响，可不是有手就行吗？49响。检测到天命男主云霄被主人所震惊，陷入到深深自我怀疑之中，对方天命点扣除1000，剩余6200点。谷主，我等拜见混元谷主。你是谁？老祖，此事说来话长，待我慢慢道来。混账东西，亏你还是一圣地老祖！我混沌圣地已经没落，如今的底蕴顶多能成为北玄道域的顶尖道统。时空禁区曾经可是威慑整个诸天万域的存在，你是觉得我混沌圣地能够与之抗衡吗？你吸收了混沌钟内的混沌精气。是又怎样？比试是你们提的，如今本神子赢了比试，吸收个混沌精气有问题吗？先前冒犯无道神子，乃是我混沌圣地之过错。
但混沌精气乃我圣地先祖所留重宝，无道神子不能拿走，烦请神子还回来。还回来？呵呵，到了本神子手中的东西，岂有还回去的道理？欺人太甚，当真是欺人太甚。我想前辈从始至终都搞错了一件事。施尔等若不给本神子一个满意的答案，混沌圣地也没必要再继续存留下去。这是大地法旨。吴道这孩子也当真是有心了，不但天赋卓越，还如此为我禁区着想。不过区区一个混沌圣地，我时空禁区随便动动手指就能将其彻底捏死。管那么多做神，我时空禁区沉寂了太久，太多人都已忘却我禁区曾经的威名。如今吴道这孩子复苏，也是时候让他拿回曾经属于我禁区的荣光了。前辈刚刚是说想要拿回混沌精气，本神子向来秉承着尊老爱幼的原则，就在给前辈一个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你刚刚是在说什么？七品大地之上才有资格凝聚的大道法旨，这无道神子未免也太过于霸道了吧？难道今日就是我混沌圣地覆灭之日吗？无道神子能拿走混沌精气，乃是我混沌圣地的荣幸。先前之事乃是老夫鲁马，求无道神子高抬贵手。原以为我的身份比起空无道也不弱，原来我才是那个跳梁小丑。检测到天命男主云霄的信仰因主人的手段被彻底摧毁，对方天命点扣除2000点，剩余4200点。扣除这么多，那不是没得玩了？这家伙刚才可没少挑衅本神，对付这种蝼蚁，就得让他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先前你口口声声说本神子仗势欺人，刚好本神子大发慈悲，给你一个比试的机会。不说你能打赢我，若你能让我退半步，我便饶你们混沌圣地一条狗命。我记得先前你可是勇得很，现在倒是装哑了。行吧，那本神子先让你3招，如何？我答应你，那无道神子也可要遵守约定。当然，欣赏猎物从希望坠入绝望的感觉，对本神子就是最美妙的佳肴。3招，只要3招内让这家伙退后半步，一切都将尘埃落定。诸多同门师兄弟还有老祖都在看着你，云霄，你怎能因此恐惧？八皇神拳。成功了吗？我混沌圣地的顶尖神通，莫说让他倒退半步，把对方直接打飞出去，恐怕也不是什么难事吧。弱得可怜，真是对不起你那一如既往的嘴炮。怎么会？为什么我的攻击一点作用都起不到？检测到天命男主云霄因主人的强大，道心遭遇打击，对方天命点扣除500，剩余3700点。若是再磨磨唧唧，本神子可就视为你主动放弃。云霄，莫要气馁，还有2次机会，只要你成功让空无道退后半步，此战你就能赢。你可是我们混沌圣地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天骄，可莫要妄自菲薄。先前那一击就当作是试探和热身，我们相信接下来你绝对能够赢得这场比试。没错，我还有2次机会，刚刚也还未全力爆发混沌体，若是全力爆发，未尝没有希望。混沌之力全开。又变强了，这种承载着宗门之人希望变强的戏码，当真是既好笑又有趣。混沌神技，来，混沌太天斩。给我这！眼前这个男子有多强？不仅是破灭时代无数天骄心中难以逾越的神山，如今更是开始狩猎各地天命之者。你是在给我挠痒痒吗？最后通告，你还有1次机会。
明明我已全力爆发了混沌体，更是用上了混沌神技，为何还是毫无作用？如此差距，究竟还要爆发怎样的力量，才能成功击败对方？看来必须得在今日迈出那一步了。通过燃烧神魂的方式，将混沌体朝着更高的境界提升，能在地境之下凝聚出小成混沌体的天骄，虽然狂了点，但确实是有那么2把刷子。这个感觉，这是打破自身极限，将混沌体从入灰提升到小成境界。混沌体小成，战力可谓是翻个几倍，这是上苍怜爱我圣地啊！这场比试云霄一定能赢。真是无知者无畏！我禁区9大弟子序列，早在许久以前就已成就小成体质，如此小事竟敢妄言战胜神子大人，本意象频出，这是要领悟出了新的神通。这次我看你拿什么来挡我？混沌部分如坠无里雾中，炎天。是谁给你如此的自信，在这里口出狂言？我静姐吗？危乎哀哉！这等存在，我圣地真的有鱼死网破的能力吗？怎么会？不可敌，不可敌，不可敌！检测到天命主角云霄无敌道心已彻底破碎，对方天命点已扣除1500点，剩余2200点。神子大人小心！一道大地投影罢，又能翻起什么风浪？不过这种传承有点年份的道统，当真是让人厌烦。总是一副打了小的来老的，压制了老的来更老的筹码。是属下过虑了，区一个混天大帝，只要神子大人想，他就得亲眼目睹混沌圣地覆灭。时空禁区，混沌圣地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还请神子开恩，饶我混沌圣地一命。我混沌圣地愿从此以神子为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前辈所创立的混沌圣地也算是传承了许久，真的就这般甘心愿以我为尊？若神子不放心，我愿交出执掌我混沌圣地命门的混沌灵牌。混沌圣地的地理位置特殊，若是能掌握混沌圣地，那我时空禁区就能以混沌圣地作为跳板，将整个北玄道域掌握在手中。与其将它们碾碎成炮灰，将其留着为我做事的价值反而还更加大。交出混沌令牌，混沌圣地所有人让我时空禁区强者奉下奴役。不过这个冒犯了本神子的家伙必须得死。求神子大人饶命！先前乃是老朽有眼无珠，求神子大人网开一面，饶老朽一条贱命。冒犯神子大人的罪人已被诛杀，还请大人息怒。这老头脑袋转得这么快的吗？真是够狠的呀，一点不给我发难的机会。不得不说，这让本神子甚是满意。你问，开天老祖为混沌圣地做出多少杰出贡献，你们竟无人敢为其阻拦？你们简直就是一群丧心病狂的人渣！混账！若不是你要为叶辰那孽畜出头，我混沌圣地岂会因此冒犯到神子大人？事已至此，你这家伙非但不会自我反省，还好意思如此辱骂我等。神子大人，这个孽畜先前也冒犯过您，要不要我为您出手镇杀这个孽畜？不需要，此人我自有打算。这便是混沌令牌，有此令牌者，可彻底统御混沌圣地，甚至调遣混沌圣地大军，无人不敢不从。还请神子大人笑纳。既如此，那今日这件事就算彻底结果。你想做什么？奉劝你主动松开自己的神魂，让我种下奴印，还能免遭皮肉之苦。你想让我当你的狗？痴心妄想！我堂堂混沌体的拥有者，天骄中的天骄，岂能成为被他人所掌控生死的狗？你太看得起自己了。我愿意臣服。我又仔细想了想，感觉你的价值对我也不大，所以还是请你上路吧。
恭喜主人灭杀天命男主云霄，成功获得以下物品。检测到主人想将云霄的躯体炼化成自己的傀儡，再次奖励主人神魂之源混沌晶，助力为主人打造出一尊完美的傀儡。你这小子又背着我偷偷升级了，怎么变得这么有用啊？能为主人分忧是统统的荣幸，主人放心飞，统统永相随。搞定收工。不知道你的好姘头柳青城又会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毕竟是气味相投的3大天命之人，本神子这就出发上门给你们一起送行。即刻放出消息，从此往后，我混沌圣地一切以无道神子与时空禁区马首是瞻。另外，关于云霄与开天这2个罪人，日后不得有人再提起，违者斩无赦。是，谨遵先祖之令。以前这个男子有多强？不仅是破灭时代无数天骄心中难以逾越的神山，如今更是开始狩猎各地天命主角。碎了。听父亲说，就在刚刚不久前，有数名强者降临在混沌圣地，好像是时空禁区之人。不会的，云霄从未得罪过时空禁区，没有理由杀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倾城，你的面色为何如此苍白？今日可是进入紫霄秘境的日子，你不是期待了许久了吗？为何你如此不开心？父亲，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要再总是摸我的头。叶晨和云霄留给我的同心青玉相继破碎，您能告诉我那时空禁区之人在混沌圣地做了什么事？他们究竟是何人？宗主大人，发生了何事？如此慌慌张张，成何体统？莫不是天塌了下来不成？回禀宗主，叹息法阵传来异动，有好几股异常强大的气息正在接近我疆域，可能是有外敌入侵。何人敢如此狂妄，竟敢不打招呼，直接闯入我紫霄宗的疆域？竟然还有如此狂徒前来搅乱我等的雅兴，当真是找死！宗主，我愿带人前去缉拿这狂妄枭小鼠辈。我时空禁区无道神子，大驾光临而登紫霄宗，如打还不速速前来俯首迎接？妈了个巴子的，你这厮当真是瞎了狗眼！时空禁区的大人物你都看不出来吗？居然还将其称呼为外敌入侵！等老子有空非要扒了你的皮！大胆，不要闹了！耽搁无道神子的时间，我紫霄宗可开罪不起。时空禁区神子空无道云霄的死，难道与他有关？有无涯恭迎神子大人大驾光临，神子降临此地，是有什么我紫霄宗能够效劳的吗？倒也没有什么大事，我此次前来只是来找个人，名为柳青城。青城根本就没有出过北玄道域，也不认识禁区之人，这空无道究竟要找青城做什么？无道神子能知晓青城的名字，青城道也是三生有幸。姓名柳青城，身份天命女主，紫霄宗宗主之女，境界道宫境8重，体质悟道圣体，功法紫霄心经、太玄剑诀、玄女圣功，天命点7000，可能掉落大道碎片，见水幻梦。异变的悟道圣体，还觉醒了万古无一的悟道入梦神通。古籍记载，这所谓的悟道入梦，在打坐顿悟时，有一定几率进入悟道梦境之中。若是运气好的话，甚至有机会在这梦境中得到大地寿法，妥妥的直接人生起飞啊！你就是柳青城，听说云霄是你的至交，且与你关系极好。不错，我与云霄有着过命的交情，他更是我的至交。是吗？呵呵。就在先前，云霄不巧因得罪本神子，已被本神子给诛杀。你既身为他的至交，可想要替他报仇？你说什么？检测到天命女主柳青城因主人的手段，心神极为不稳，到达崩溃边缘，对方天命点扣除1500点。果然如预料的一般，这柳青城与云霄确实有渊源，只是得知了云霄的死去，居然连心神都差点到达崩溃边。他不是真有某些病娇体质？哼，你那是何表情？竟敢在无道神子面前如此放肆！小女不懂规矩，冒犯到了神子大人，求几位大人恕罪。求神子大人恕罪。看来青城姑娘对本神子诛杀云霄一事很是不满。神子大人，青城他只是一时冲动，所以才……
本神子再问你一次，你对本神子杀了云霄一事不满？倾城，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速速向无道神子叩首道歉？你难道想为了云霄那废物，为了一个死人，让整个紫霄宗都为你陪葬吗？他不是废物。为什么？就因为你是时空禁区的神子，就可以仗着身份为所欲为，就能如此霸道随意杀人吗？怎么，迫不及待为你的姘头报仇了？仗着身份为所欲为，霸道杀人，那就让本神子告诉你，还真可以。我空无道再次以禁区神子之名，请法旨对紫霄宗降天罚。眼前这个男子有多强？不仅是破灭时代无数天骄心中难以逾越的神山，如今更是开始狩猎各地天命主角。大地法旨炸出的烟花，就是要绚烂美丽的多。可惜混沌圣地投降太快没用上，真是错失了一次放烟花的机会。人怎会？紫霄宗没了。检测到主人覆灭天命之女所在的宗门，对方天命点扣除2500。打击不小啊！扣除了如此多的天命点。倾城姑娘说本神子是霸道杀人的恶人，不知如今的这个结果，倾城姑娘可还满意？空无道，我要你死！提幅汉术，要不要看看你的父亲会不会一起送死？混蛋，快放开我父亲！你个逆女，若不是你非要为了云霄那个死人冒犯无道神子，让我紫霄宗招此灾祸，事到如今还假惺惺的作甚？父亲，孽畜！老子这些年用尽心思培养你为下一代接班人，可你如今就为了一个死人，不惜拖累整个紫霄宗，你就是来这么报答老子的？当初老子就该把你掐死！女儿不过就是想为了云霄讨回个公道，明明是他才是一切的罪魁祸首。闭嘴！我没你这么白痴的女儿。不用再争来争去了，子不教，父之过。既然柳倾城是你的女儿，你这个当父亲就一并付出代价吧。此事真的与我等无关，求无道神子开恩，留我紫霄宗最后的道统活种。引言。说句实话，实际上我一开始并不打算，也更不屑对你紫霄宗出手，可多亏了你提起了本神子的兴趣，所以造成紫霄宗覆灭的元凶可是你啊！检测到柳倾城产生愧疚自责情绪，对方天命点扣除500。检测到主人双取悟道圣体之血，废掉天命之女柳倾城，获得2000点天命点。既然你这么在乎你心中的小情郎，那本神子现在就送你与他团聚。不要！恭喜主人猎杀天命女主柳倾城，获得剩余的500点天命点。也该去会会你。楚天，你的天赋果真不同凡响，无论是修炼，亦或是琴棋书画上，你之天赋远是他人的数倍。前辈谬赞，如果不是夏轩辕他欺人太甚，晚辈也不会跳入神朝的禁地，就更不会遇到前辈了。可以说，如果没有前辈出手相助，楚天还真不知道如何对日月神朝复仇。那也是你命不该绝，不仅吸入了死灵藏元中无数死灵的气息，还觉醒了被誉为死灵王者的幽冥死灵体。如今我等计划的第一步已经完成，是否需要开启第二步计划？莫要操之过急，将其逼得太紧。若对方破罐子破摔，对我等也极为不利。毕竟这日月神朝深处还隐藏着2尊大地强者。启禀2位大人，前方探子传回消息，日月神朝派出了冠军侯张无忌，领军30万，正在朝着我前线大军接见。那个被誉为日月神朝最年轻的军神，
那就让我来会会这所谓的冠军侯吧。明明也算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居然还如此天真。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你的身体可就是我的了。夏轩辕，恭迎神子大人大驾光临。神子大人，您今日前来我日月神朝，是为了赴当初之约吗？顺道而来。不过我观今日尔等神朝竟有如此多的大军在城内镇守，莫不是有战事要发生？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让无道神子见笑了。国主大人，前线战败了，前往北凉支援的30万大军全军覆没，我神朝冠军侯张无忌战死沙场。足足30万大军，不过区2个时辰不到，竟然就已全军覆没。楚天那家伙，莫不是有传说中的鬼神相助？抱歉，让无道神子见笑了。事情的原委其实是这样的。镇国公府嫡长子死而复生，还强势归来，这不就是天命主角的标配吗？系统，你怎么看？检测此方神朝存在一股除天命女主下楚离外，另一股天命之力波动，具体位置日月神朝北凉之地。日月神朝与混沌圣地一样，在2大道域中的地理位置都极其重要。若我轻而易举地为日月神朝平息这场叛乱，神朝上下必将对我感激涕零，日后只需略施手段，就能将日月神朝掌握在手中。至于这楚天，就当解解罢了。轩辕国主，本神子倒也擅长领兵作战，不若将领兵之权交给我，本神子亲自为尔等神朝平息这场叛乱，如何？检测到天命女主夏楚离对主人产生极大的感激之情，进服进度增加10%，对方扣除天命点1600。那就在此多谢无道神子大人出手相助了。眼前这个男子有多强？不仅是破灭时代无数天骄心中难以逾越的神山，如今更是开始狩猎各级天命主角。这就是日月神朝引以为傲的冠军侯，当真是不堪一击。不错，本地的死灵之法，你也算是真正学会了大半。这一战，日月神朝30万精锐全军覆没，想必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再派出大军进行反攻。待我拿下这最后一座要塞，日月神朝整个北凉之地便将彻底受我掌控。假以时日，整个日月神朝也必将成为我手中之物。大人，太子来报，日月神朝又重新组织了一支大军，正朝着北凉之地急速而来。根据推测，大概有15万人左右。这日月神朝是被打急眼了吗？先前赶赴北凉之地的30万精锐大军，可是全军覆没，竟然还不长记性。神朝这群老家伙的脑子当真是生锈了。既然要主动送死，那我就成全他们。姓名楚天，身份日月神朝镇国公府嫡长子，死灵传承者，修为虚神境一重，体质幽冥死灵体，功法九幽死灵诀，明煞功，宝物幽冥之火，白骨魔戟，死灵冠，天命点9000，可能掉落大道碎片，死灵即幽冥。天命点挺高的，就是修为有点不够看了。明明都死过一次，获得大机缘重生复活，居然才堪堪达到虚神境一重，这跟废物有何区别？诸位，此战尔等若想活想赢，只需做好一件事，那便是不惜一切代价遵从吾之令。尔等明白？我等明白，谨遵神子大人之令。很好，全军冲锋，随我诛敌！你就是楚天，本以为你这家伙能给我带来些许乐趣，如今看来倒也无趣的很了。虽不知你们几个家伙究竟是何人，但胆敢如此深入我军腹地，那你就是找死。如这般主帅亲自深入敌后，确实是一件很愚蠢的行为。但是敌人弱到不堪入目，那就另说了。呵，猖狂，死灵祸海！这种不堪入目的招式，居然也能有资格被称为体质神通，简直太过无趣。
蝼蚁，这才叫体质神通。千年杀。怎么可能？堪比小城荒古圣体的肉身，却是连一掌都接不下。检测到楚天因主人的实力强大而产生道心动摇，对方天命点扣除1000。这气息好像是一方特殊的庇护加持，难道这小子背后还隐藏着某种强者？楚天，这家伙有点不对劲，你不是对手，莫要恋战，快点想办法脱身。不是其对手，我不信。先前已经死了一次，又何怕再死一次？我当真是要多谢你，若不是你，恐怕我还不能如此濒死突破。现在该由我来刺你。啰里吧嗦，是谁给你放大话的勇气？都碎成这样了还没死，你可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啊！你这小子当真找死，竟敢来管本地的闲事！你可知道，回本地培养的肉身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废物是你培养的肉身器皿。憨憨，废物！你若是能立刻在此给本地磕10个响头，本地还能留你全尸。听你这么说，你很勇哦。无限连击，千年杀。眼前这个男子有多强？不仅是破灭时代无数天骄心中难以逾越的神山，如今更是开始狩猎各系天命主角。无限连击，千年杀。恭喜主人击杀天命男主楚天，成功获得对方剩余的7000天命点。真不好意思，一不小心让你耗费了这么久的心血全部。好，小子倒真是好胆，我倒要看看你有何底牌挡住大地的怒火。无话不谈。你管你这种连地区都没有的脏东西为大帝，明明是一尊不伦不类的怪物，大帝之称，你也配？秉言，先将这家伙镇压，留他半条命，别让这老废物死太轻松。地兵，没想到你一个虚神境的小废，竟然能有执掌地兵的强者。死魂幡，天魂造命。嘿，就这么一尊诡异之物，真把自己当成大帝了。主帅死了，帝尊也没了，大势已去，我等还是快些逃命吧。这般出色的绝代妖孽，若能有幸追随，也是人生一幸事。检测到天命女主夏楚离对主人产生倾慕之情，驯服程度增加30%，天命点扣除2400。我也没做什么呀，这又在自我攻略什么？怕不是当真有什么特殊癖好？此次我日月神朝能够如此快的平息叛乱，还要多谢神子出手相助。轩辕国主客气了，无出手后所需要的报酬，日后记得支付就行。只要是我神朝能做到的，我等必为神子大人竭尽全力完成。神子大人，请问楚离可以成为您的追随者，只要能追随您，让楚离做什么都可以。楚离，你怎么能如此失礼？你想成为我的追随者？只求神子大人给一个机会，楚离愿意当心起誓，永生永世，永不背叛无道神子。你的天赋确实不错，但还是太弱了。要想成为我的追随者，还不够不到。是楚离逾越奢求，痴心妄想了。神子大人，楚离先告退了。
你如今的修为还只是道宫境吗？等到什么时候成就了虚神境，来时空境区找我便好。既然想成为本神子的追随者，那你的修为就不能太弱。这里面的修炼资源就当做本神子提前给你的赏赐。楚离，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谢过神子大人！多谢神子大人，楚离并不让神子大人失望。检测到天命女主夏楚离已经彻底被主人所折服，驯服进程达到100%，恭喜主人获得以下天命点奖励。注意，被成功驯服的天命之人将会对主人彻底忠诚，对方的生死也将彻底由主人所掌控。虽然还保留着自己的意识，但是可以强行改变对方的意志意识。这趟神朝之行也算没有白来。好好修炼，争取早日追随上我的脚步。我在禁区等着你。吾儿，为父怎么觉得你对于此行的结果貌似并不太满意？确实与吾道预料中的有所偏差，或许是我从一开始就对这所谓复苏时代的天骄抱以太大的期待了。吾道你且放心，根据老祖的推测，如今的复苏时代只是刚刚开始，待到时机一到，那些古老势力的真正绝世妖孽便会强势出世，争夺一世天命，相信不会让你感到太过无聊的。比起那些其他古老势力的隐藏天骄，我更感兴趣的还是曾经在破灭时代的老对手。也不知他如今身在何处，还真是有点手痒痒呀。你之后还要再行走诸天万域，至尊境的护道者还是弱了些。要不为父给你安排几个大地护道？多谢父亲的好意，吾道本就有老祖所赐予的诸多大地法旨加身，就莫要劳烦我禁区的大地前辈。既然你不要大地护道者，那之后为父再给你弄几个能够自我防御的地兵吧。还有此次外出，你已经消耗了1张大地法旨，待会儿为父再给你弄几张。父亲，吾道突然有所感悟，先行闭关去了。这一瞬已是过去100万年了吗？也不知父亲他们和天光禁区如何。空无道，你现在苏醒了吧？